Hello，大家，这次呢去到了多伦多的 Doors Open 活动。这个活动是从2000年开始的，每年的5月最后一个周末会举办，全部是免费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地方，那2天会打开门让你进去。今年有超过160个地方参与，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同类活动。今年主题叫做世界中的城市，也挺应景的。多伦多今年夏天要举办世界杯，那这次我去了4个地方，进去之后每一个都会让你觉得，哦，原来这里面是这样子的。首先去的呢是多伦多的老市政厅，这栋楼是1899年建成的，到今年刚好超过了125年了。但是当你走进去，完全不会有那种博物馆的感觉，反而会觉得有点震撼。进门之后看到的是大理石墙、马赛克的地板、彩色的玻璃窗，连门把手都是建筑师自己设计的。我当时站在大厅里往上看，真的有点难以形容，就是那种这也太精致的感觉。顺便说，如果你有抬头去看门拱上面的石雕，据说是建筑师把让他头疼的甲方议员他的脸刻成了怪兽。我不确定哪个是哪一个，但就是觉得非常有意思。这栋楼之前一直是法院，直到去年才被搬空。那这一次 Doors Open 是它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对公众完整的开放，很多房间平时根本进不去。走进到那些老法庭的时候，木头的审判台、旁听席，那个氛围真的很奇特。明明是空的，但是好像随时有人要进来开庭一样。那接着呢，来到 Old School Hall， 那天下雨，但是排队的人还是很多，其实也挺正常的。Old School Hall 平时就是一个法院，不能随便让人进去。Doors Open 是为数不多的机会。整体建筑从外面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烟灰色的天空，米白色的柱子，有点像误入了欧洲的某个老城一样。进门之后，中央大厅2层高的拱廊，中间站着一座铜像，头顶是彩色玻璃，天窗透下来的光。说真的，走进来的第一秒，你会觉得这明明是一个法院，为什么会感觉像博物馆？这是里面的法庭，深色木头的审判台、旁听席，天花板上还有一盏很漂亮的枝形吊灯。我坐进旁听席感受了一下，那种氛围不是紧张，是那种很重的庄严感。这里到现在还是安大略省上诉法院，是还在运作中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档案图书馆。这个画面真的很难不被震撼住，2层的书架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，暖黄色的灯光，顶上还有彩色的玻璃天窗，全是法律文书还有案例档案，颜色各异，密密麻麻。我当时正在里面，感觉有点像是走进了霍格沃兹的图书馆禁区。进入到这个区域呢，它是 Great Library， 全白的柯林斯柱，精雕的拱形拱顶的天花板，尽头还有座白色雕像。进来的瞬间，感觉到空间一下子打开了，明亮、对称、安静，像罗马神殿，又像是某个贵族私人图书馆。
而这是 Old School Hall 最出名的大图书馆，拱形木质天花板，一圈彩色玻璃高窗，中间挂着大吊灯。我觉得这个房间是今天这4个里面最哇的一个，照片完全拍不出那种空间感，你必须要站在里面才能够体会到。好，我们风格切换一下，这次我也来到了 Netflix 加拿大总部，是在 The Well 里面。这次 Doors Open 是他第一次对外开放，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呢就值得来了。进门第一眼呢就是红地毯 Netflix logo 旁边配了一大片枫叶，落地窗能够直接看到 Rogers Center。这个入口设计非常聪明，1秒钟就告诉你这是 Netflix， 但是它是属于加拿大的 Netflix。然后就会走进到一个展区里面，主题是 Is it cake？ 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蛋糕的综艺。台上摆着各种道具 ，Netflix logo、小人偶，还有一只手从底座伸出来，整个布景还原得很完整，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这个展区挺有意思的，它不只是装饰，而是在说我们做的内容就在这里。那这边也看到了《鱿鱼游戏》这部剧他们的人物，这是真正的办公区，工作桌、电脑、植物、落地窗外的整片城市，参观的人只能够站在红绳外面看，不能进去。但是光是这个视角就已经很直观了。这些人每天在这里决定你在 Netflix 上面看什么。还有你会看到他们的会客室或者是休息区，颜色鲜艳的沙发 Netflix 抱枕，墙上的屏幕都是显示着 Welcome to Netflix。 说真的，在这里开会感觉应该会非常不错。最后一个地方是 Toronto Star， 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日报。1892年由一群罢工的印刷工人自己出资创办，到今年已经有130多年了。他搬了很多次家，最近一次是2022年，从湖边那一栋标志性的高楼搬进到了 The Well， 就在 Netflix 楼上不远。某种意义上很有意思，一份100年老报和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现在是邻居。Toronto Star 一直有一个很鲜明的立场，关注普通人，支持社会公平，敢于批评权力。这个基因是从1892年那群罢工的工人那里来的，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在北美的大型报纸里面，这种坚持算是比较罕见的。跟隔壁的 Netflix 对比挺有意思的，两家媒体公司，一个做流媒体，一个做报纸，都在同一栋里面。某种意义上很多伦多，新旧东西放在一起，各自还活着，互不干扰。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看，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。这个城市在媒体和内容上，现在是在认真做的。今天没有人在这边工作，但是这个空间本身就很有感觉，一排排的桌子、屏幕，你在这里会想，平时这里是什么状态？截稿前应该很疯吧？
边还可以让你在他们的墙上去签名，挺有意思的。Doors Open 每年5月最后一个周末全部免费，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让你进的不是景点，而是真正在用着的地方。